今天说说共济会博物馆。机缘巧合，我们当时是在2024年6月30号下午去另外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有很多解剖人体以及动物的器官。然后呢，走在半截路上，在 Long Acre 上，离 Somerset House 不远，就被人家拉进了一个博物馆。抬头一看，发现居然是共济会博物馆。共济会大大的有名，最著名的标志就是一个圆规和角齿叠到一起，就是这个标志。那么在博物馆一进去，就有一个符，他们共济会的神秘符号的这么一幅画，在最高的位置最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只全能眼。有熟悉的朋友，如果把手中有$1的钞票的话，翻到背面会发现，这是一只一模一样的全能眼，在钞票上和这幅画上。那么这幅画上呢，有很多有石柱，有台阶，有云，有太阳，有爱心。那么各种各样的符号有很多神秘的意义，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理解，甚至有阴谋论及很多其他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标志还是那只圆规和角齿重叠在一起。美国通俗小说作家 Dan Brown 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小说，叫《The Lost Symbol》，里边是讲共济会里的各种各样的符号，各种各样的意义。对其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抽象意义、象征意义有很多的解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读那本书。另外还有一本叫做《Occult America》，据Dan Brown本人说，那也是他做研究、写书借鉴的一本参考书。Dan Brown 出的这本书是《The Lost Symbol》，是2009年出的，一下子就印发了650万册，在2009年成为美国《纽约时报》最畅销的书单中的第1名。这就是博物馆里头的一些陈列物，用各种各样的绶带、各种各样的徽章，以及他们进行活动的时候的器皿。那么它等于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组织，它的发展起源于中世纪的英格兰及苏格兰，是当时石匠叫 Masons 组成的。那么谁领导世界呢？是神仙，是皇帝，是共济会，还是总书记？我们来看一看这把大椅子。这个大椅子呢，在他们共济会的博物馆里头叫 throne。throne 咱们一般汉语里头叫做王座或者是宝座。这是他们共济会各个地方组织，每个组织的这个领导人物在开会的时候或进行仪式的时候是需要坐在这上面的。看一看这么高这么大，这怎么爬上去呢？不管怎么爬上去，恐怕都不会雅观。不能把开会或者搞庄重的仪式变成耍猴马戏团。所以我考虑呢，是不是有一个小凳子垫一下，就可以比较优雅的坐到王位上。大家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怎么样空降下来，是不是更显得是天神降临？这个就是共济会的集会地点会堂。这个在会堂里
会有他们的标志、角尺和圆规，这是石匠进行工程中最重要的2样工具。在各地都有共济会的分布，会有各种各样的标志。比如这个标志，大家注意没有？数一数的话，会发现那是33节台阶，在左边。这是我说到的，在共济会不同的地方会有他们的集会场所，在他们自己的语言当中叫 lodge 或者 lodges。在 lodges 里头有举行仪式的这种房间，这是其中一个。开会或者说是会员升级或者是引进新会员都会在这些地方举行。这些 lodges 这些集会的场所都会有他们共济会的各种装饰、各种符号。虽然会有不同，但是最重要的那些符号、最明显的地方都是类似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共济会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叫 Inventing the Future。那么为了 Inventing 这个 Future， 它从1723年成立后不久开始，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 Constitutions， 也就是说他们的条款教义。这是1723年时候他们最重要的3个重要的共济会的这个信条。第一条叫 Brotherly Love， 第2条是 Relief， 第3条是 Truth。 除了他们刚才3条教义，他们还建立了自己一套完整的体系。比如说吧，在这里就已经介绍了，在1723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建立了他们所有的管理的程序，包括选举，包括多数制，包括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到各个下面一套是如何的一个完善的一个组织管理体系。那么在这里呢也说了叫 charges， 比如说他们的第一个 charge 就是说对上帝对宗教的 charge， 然后呢又有其他的 charge， 比如说 the second charge 就是 civil magistrate supreme and subordinate，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会员你也要进行自己的义务，下级服从上级。第3个 chart 就是他们的 membership， 也就是说你入会之后要有会员的一些规章制度，以及会员之间如何进行管理。第4个 chart 就是 masters, wardens, fellows and apprentice， 就是他们的等级制度。从 master 就是管理者，才华 wardens 到从者，到这个实习生。说到统治世界，共济会里面人才济济，比如说众所周知的美国建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是共济会的成员，又比如说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波利瓦尔也是共济会的成员。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好几个不同的地方都分别提到了这个共济会创立时候他们自己的所创立的这个宪法和美国国家宪法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说这一页就写到了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包括强调自由、强调公平，强调不同的权利的分割，以及宗教的这个容忍度。而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它旁边的橱柜当中，从背面看，似乎橱柜的正面应该放了一幅画。这张照片是什么呢？看上去有点像美国的建国的国父华盛顿，好像他就是共济会的成员之一，因为他身上穿的标志性的这个共济会的这个勋带啊，以及这个围裙，似乎都是这么说明的。但是当我转到这个橱窗的正面的时候，我却看不到这样子的一幅照片。好，我现在带你来看看，如果到了橱窗的正面是什么样子的。看，橱窗的正面是根本看不到这个，看上去像是华盛顿的这幅画，而是他们，共济会1723年时候成立的时候的那个创始人的这幅画，很有意思吧？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来看看共济会中的杰出人物，看看能不能认出来。这位是不是乔治·华盛顿？这是美国共济会中的总统，一共13位。这是其他著名的共济会成员。那么共济会呢，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它的原则是会员可以自由信仰各种宗教，所以里面有各色人种、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从刚才展示的所有照片，形形色色啊，不管是哪种人，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是什么肤色，只有男没有女。什么原因呢？因为原来的规矩是只有男性可以参加，听说最近这些年才改了规则，允许女性加入。看来谁都得进步，谁都得与时俱进呐。